喂，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。有个嚣张到没边的老外，戴着个鲨鱼鬼面具，活脱脱一个横着走的螃蟹精，在那儿耀武扬威，想要吓唬咱们中国观众呢。不过咱中国战警繁荣可不吃他这一套，上去就是一顿爱的教育，直接把他按在地上摩擦。裁判一看这要出事儿，赶紧冲上去拉架。这位戴鲨鱼面具的大侠名叫谢里夫·穆罕默德，来自埃及，是综合格斗中量级的冠军，在埃及拳台上那叫一个横行霸道，未尝一败。可惜啊，这次他遇到了硬茬子，碰上了咱们的金刚战警繁荣。繁荣以前可是四川成都女子特警大队的格斗教官，他那打法硬得像块千年老石头，拳头挥起来跟抡大铁锤似的，就靠着这股子猛劲儿，很快就在综合格斗中量级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小江湖，成了中国大级别里屈指可数的狠角色。好多国外高手都在他的铁拳下栽了跟头。面对谢里夫那嚣张的气焰，繁荣心里暗暗发誓，今天非得在擂台上好好招待他一顿不可。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，一起为繁荣加油助威吧。比赛铃声一响，这俩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，瞬间进入战斗状态。谢里夫那家伙块头看着是不小，可一上了擂台，跟咱们的金刚战警繁荣一比，好家伙，瞬间就像个小矮人似的。不过繁荣可不会，因为对手身材迷你就手下留情，他像个移动的超级大山，不停的挪动身位，持续给谢里夫施加压力。也不知道这谢里夫是被吓得脑子短路了，还是想玩点小把戏，干扰繁荣的攻击视线，两只手臂跟抽风了似的，不停的乱挥。嘿，那模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打中国太极呢，简直太滑稽了。繁荣在身高和臂长方面那可是占尽优势，不过这谢里夫也不是吃素的，他摔跤那叫一个厉害，是个实打实的地面高手，一瞅准机会就像个八爪鱼似的，主动缠抱住繁荣，一门心思要把比赛拖到地面上去，应该是非常不错。在这场比赛之前呢，繁荣咱的金刚战警哪能怕他这一套啊，一个半腿摔，直接就把谢里夫像扔沙包一样撂倒在地，还稳稳的拿到了上位压制。这谢里夫也不傻，立马死死搂住繁荣的脖子，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不给繁荣进攻的空间。可他哪能想到，繁荣的拳头跟不要钱似的，不停的往他脑袋上招呼。谢里夫一看这情况，赶紧一个翻滚，跟条泥鳅似的，成功挣脱了繁荣的压制，麻溜的站起身来。没纠缠一会儿，繁荣又一次展现他的神操作，把比赛带回了地面。奥利维克斯也是提醒下位的谢里夫不要做一些脑勺的机会，是对方的尝试在用一些扫击在做反扑啊，而且进入提升位，在这个位置又是这个量级的提升位啊，下位选手很难转过身来，体重太大。对，现在我们就看穆罕默德这个手上的扣什么时候解开，一旦解开之后做砸击就是繁荣的机会了。是。这种大级别的选手呢，在下位选手挨不了几下。没错，把头抬起来啊，做一些立体进攻，先击对方的腹部和肋骨。肋骨先布局，没错。对方在手上的这个扣呢，总有松开的时候。对，繁荣呢想先通过一些击打松懈对方的防守，这个时候的话找机会能够起身。看下位的这个选手穆罕默德想用这种起桥的动作起来，根本起不来。是在中量级这个94公斤级别的比赛当中，这个要想这么容易的起身好难啊！是侧向压制，繁荣直接放弃了一个。此时此刻，谢里夫被繁荣按在地上，跟条离了水的鱼似的，不停的剧烈挣扎。奈何繁荣那200斤的体重像座大山一样压在他身上，谢里夫想动都动不了，更别说反击了。谢里夫年龄比繁荣大了9岁，这场比赛繁荣在体能和身体素质方面那可是占据着绝对优势，估计谢里夫上台前打死都没想到自己会被中国选手按在地上，像个软柿子似的被无情碾压，挂上对方的后背做一个裸脚的机会。重新转向面对面的这个压制。对，繁荣呢再进骑乘。还是不要骑乘啊，还是要这个侧向压制。再把腿切过来之后呢，进入到侧向压制，先用加沙库这个空间的话，繁荣有机会能够打一些杂拳。而且呢，要打对方的过线以前。是。这个位置呢，现在是越压越深，是不错。我们得佩服谢里夫·穆罕默德，他的这个手上的扣真的是就像力啊，情人锁一样，这永远锁的太严实了。
这情人锁啊，这个一般的情人锁这 flag 最好少立啊，挂上情人锁之后，据说这个没有好结局的概率还挺高的。是，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锁能够打开。哎，怎么能说完啊？经过短暂的地面缠斗，樊荣已经稳稳地控制住了谢里夫的上肢部位，时不时就跟敲鼓似的打出重拳和肘击招呼给对手。谢里夫心里那叫一个憋屈啊！樊荣的地面压制简直无敌了。尽管谢里夫死死搂住樊荣的脖子，可他哪能挡住樊荣那根雨点似的拳头啊！樊荣一拳接着一拳，狠狠地砸在谢里夫那光溜溜的脑袋上。可怜的谢里夫完全没了招架之力，只能被动地承受着来自樊荣拳头的洗礼。一直被压制在地面上的谢里夫，那心情估计比吃了苍蝇还难受，烦躁的不行，一门心思想摆脱樊荣的控制。可他每次刚有点小动作，樊荣就像肚子里有蛔虫似的，立马做出应对措施，甚至还搞出个让人忍俊不禁的事儿，直接把屁股坐到谢里夫脸上了。这操作伤害性可能没多大，那侮辱性简直拉满了，感觉谢里夫都要气炸了。这个反响确实给谢里夫一个信号啊，让他坚持下去。就是我不管怎么样，先带进下一个回合。没错，啊，这是樊荣最好的一次机会。啊，时间到了，当然。到了比赛的第二回合，这第二回合的话，双方因为在第一回合花费太多体能在尽力对抗上面，所以这第二回合怎么打比赛的局势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到这场比赛的第二个回合。谢里夫他的后手的报价也非常的高，防止。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谢里夫被樊荣打怕了，畏畏缩缩的像只受惊的小兔子。樊荣瞅准机会，直接一记大摆拳砸过去，谢里夫被打得连连后退。紧接着樊荣又是一顿猛烈的拳法攻势。这下这腿跟上，不要给对手喘息。没错，后回拳。樊荣刚刚短距离上步的速度非常的快，是。闪转腾挪，再把对手抱摔到地面，接近到绳边。位置呢？太靠近围绳边了。是啊，现在我这边示意两个人以相同的身位要回到擂台中央。回到擂台中央，以一个侧向压制的把位、侧向压制的身位，我们来看一下。Ready， 冲！樊荣的这个位置，那其实不如刚才啊。没错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谢里夫，其实他的左手已经是扣在了樊荣的脖子上。把左腿立起来。两个人这种尽力的相持，这种大级别的比赛就是有这样的。樊荣要小心啊！上一场比赛呢是被德里德尔用打死角的方式降服。谢里夫虽然拿到了断头的把位，但无奈姿势不对，根本对樊荣构不成威胁。僵持了一会儿后，谢里夫主动放弃了，改为紧紧搂住樊荣，想以此减小樊荣的活动空间，抑制他的进攻趋势。这个位置呢，在第一回合当中是多次的出现啊。是。在主场作赛，这个时候的话，樊荣。我们看到现场很多都是来关注中国选手，来关注中国力量，当然也会有很多樊荣的支持者来到现场。在重新进入到地面之后的比赛节奏降下来啊，注意看这手的位置。在下位的谢里夫·莫哈默德呢，还在尝试做一个起桥，看看能不能够起身，很难，很难。起桥呢最有利的这个位置是在辅助这个位置，现在对方的着力点是在你这个胸前，是隔膜这个位置，上半身，而且呢靠近胸部以上，是。还是把对方的扣给解开。啊，对，现场呢，樊荣教练也在说换一个位置啊，不要一直跟对手僵在这个位置里。对对对，要小心啊。樊荣呢，可惜啊，樊荣就像牛皮糖一样，牢牢地粘在谢里夫身上，腾转挪移间还完成了骑乘位。谢里夫拼命挣扎，但樊荣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？沙包大的拳头像不要钱一样往谢里夫身上招呼。有没有击中对方面门的机会？好的，裸脚，裸脚啊，又这个对手很有经验啊。是谢里夫。现在我人往场地外面走，这样的话呢，你裁判总要干预的。打得有一点点聪明啊，所以在比赛当中呢，把头往外伸，是樊荣呢就必须把这个把位所放弃。而现在我们看Olivier也是灵活的掌握这一个规则。没错，看到这么有利的位置，我不会轻易的叫停。是。
现在看找机会裸脚，左脚和上一场比赛牛康康的这个尝试是一样的啊。谢里夫呢，感觉跟他的对手艾利凯利呢也是有点相像，他的脖子巨高，很难去直接降服对手，而且对方呢也是一个有摔跤和地面经验的选手。哦，看看这个腿上的扣能不能够搭上，做一个腿三角的尝试。脱开了，不太好，脱开了。对，因为刚刚的腿三角呢，确实扣也没有能够打死。是腿等截击，腿等夹击，上弹拳，1分22秒的时间，裁判一看，这谢里夫已经无力抵抗了，赶紧叫停了比赛。樊荣打赢比赛后兴奋不已，他面对强大的对手毫不畏惧，打出了中国军人敢打敢拼的作风。樊荣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大级别拳手的实力。大家觉得樊荣打得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喜欢格斗的朋友，别忘了给个3连再走哦。